这鸢尾 No.1，因为张亚顺导写了，对啊。张亚顺说花艺老师一定会那个爱的。我太太是台北花院的客座讲师，是教人家插花，真的。我刚认识他的时候，每个礼拜六。有气质哦。是要去台北花园，他是教人家插花的。有气质哦。但现在没有啊，现在都是那个每天都厮杀，对，你不要再洗钱了，你钱从大陆转那么多回来干嘛？啊，开始。好了。好，来，今天要介绍的是香奈儿的香奈儿高定，又来了香奈儿高定。对，香奈儿高定。住了。好，我手遮住。对啊。好，这是香奈儿高定。这香奈儿高定。这支要请辛蒂介绍一下。第几支了？哇塞！啊，那不是重点，好，我讲算了。这支是这一支。Pausa， 法式别墅。法式别墅。然后这是，对，这是新版的淡香精的版本。对。那高雄的鸢尾喵王，对这支评价是，他本人认为，因为他都写说本人认为，对不对？他认为对第一名。哇！他说鸢尾喵王，我好像已经听过好几个第一名了。对，那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？他说香奈儿拥有鸢尾香精的原精的第一名，没有人超过他了。对。我很期待这一支哦。那我打开了。好，请。豪哥买，然后你来开这样子。没关系，反正这个也是回家要孝敬的。回家孝敬的。真不错。不要客气。这一支是适合女生上。应该男生。对，男生也可以。这大罐的哦。对呀。因为它没有75，都是买200。没有，是我喜欢味道，有的有75，像上次那个 boy 就有75，但是像这种都是大罐的法式别墅。是。它就是一个淑女的味道。然后我看一下小抄哈，一个静坐的气质美女。静坐，正在打坐的气质美女。导演先来，对。正在静坐。好。应该是说安静的端坐的一个气质美女。鸢尾。确实。鸢尾跟味道蛮。鸢尾花，对。是花吗？我那是根呢。我觉得花一开始是根。都有啦。都有。但你说那个它的根是指那个它有点干净的那个草味的那个感觉。是。那个鸢尾喵王对它的形容就是，它就像一个美女，然后你经过的时候看了一眼就知道她是个美女，然后她静静坐在法式别墅的阳台上，然后你经过的时候，你就会忍不住回头看她一眼，对，就是这个。她老公从她旁边走出来，不是啊，然后就说你在。真的很有气质的一个味道。对，非常。前面1-2分钟过去，越来越有气质。它是渐进的。对。这支很好闻，我也很喜欢这支。它就是很纯净的那种鸢尾花的香味。纯粹。对。是。那喜欢鸢尾的其实是会很喜欢。对。如果有人不喜欢鸢尾，就觉得也还好。对。对。那对于喜欢鸢尾的，多说几句这样。它这支就是因为有些鸢尾它会比较粉感，通常一般是都这样说，鸢尾花跟那个鸢尾根的部分。对。但它这支它就是很顺的，它不会是让你觉得就是很烟子味的那一种粉，它是脂粉味的。对。对。然后是那个文静的一个，对不对？一个文静的女孩子。是。我现在想象中闻到这个味道，因为它这个味道是非常纯粹、单纯的。对。我觉得就是在一个法式庄园的白色别墅里面。那如果套上你刚刚跟这个鸢尾喵王的画面，对，那我觉得这个他们前面就是一个游泳池的院子这样子。那它也是身着白色。对。你就会觉得有气质的人，你会想多跟他
上前聊个几句这样子，就互动，认识一下，互动，对，只要她老公不在的话，对。如果她真的是这么有气质，其实不管她老公在不在，你都会去的。对啊，去礼貌的自我介绍一下。请问可以借个厕所吗？那个。没有，他其实豪哥跟我们录影越来越幽默了。对，真的是哦，我会被你喊那个，我会被你们搞死的，一天到晚。哦，然后很赞。我必须要讲一下，它就是一个可能跟你想象中的香奈儿是不一样的味道，它没有那个泉的味道。对，没有。对，它完全没有，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出类拔萃香奈儿想要呈现的一个鸢尾花的香气。好，鸢尾花的香气。是。对，那我想这一支因为在海内外的评价都非常高了。我想以鸢尾这个香调来说，对，都是真的是非常非常评分非常非常的高的。是。那你觉得这一支它适合在什么样的季节跟场合呢？我觉得不太分季节。因为它也不是说像柑橘调，说只能适合夏天，或是比较重的味道适合秋冬，但这支就是花香。然后很舒服的味道，所以不管是什么季节或什么时间，我觉得它都很适合，早上、晚上都可以。因为你知道，淑女不管在上班的时候或是在休闲的时候，她展现出来的气质就是淑女，对，不会因为她的衣着有任何改变，就会影响你对她的评价。对，我其实老实讲，我是属于我没有非常喜欢鸢尾这一调性我自己讲。好，那所以他一开始出来的时候，我可以明确知道这是鸢尾，但是我并没有非常的那个喜欢这样。那但是随着5分钟、6分钟过去，它让我感觉这个浸透感、清透感，就很像包覆在一个人的这个皮肤上，它是好像有一个气场在。那这个气场是柔和的哦。对，柔和的，淡淡的。对，你有没有看过最近那个《沙丘》这部电影？你昨天直播有讲，你有看过吗？没有。我建议新版的你可以去看看。他们在打斗的时候，科技已经进步到，因为他在描述10000年之后的事。他说他们在打斗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有那个防护罩，那防护罩就是这个按压下去之后，它就就蓝色的整个防护罩就出现。那我觉得这一支香水，它就是很像把这个气质透过这个穿上你的身体，然后就有散发出这样子柔美的气息出来。而且一点都不扰人，它越来越，我现在开始闻到一点茶香在里面，不晓得你能不能感受到。这个因为新地它也有，我的是淡香水的版本，旧版是香精的版本。对，这是淡香水。因为它的浓度好像是直接从后面看，我突然发现。真的吗？对，我刚才就拿着，然后听你在讲话，对。你看这张纸，你看它偷过去，看这张纸，好像没有写呢。淡香水吗？这张纸的后面你偷过去看，大字，我以为那个大字是这个。后面写的是淡香精。没有，它整个这个的背面。EAUD perfume。对，有 EDP 对。他把它的浓度写在有吗？透过去，对，就是他把趴数，我在找趴数。对。EDP 啦，对 EDP， 对，因为我刚才拿着奇怪后面怎么有字，然后我仔细研究了一下，对，然后他把浓度写在后面，不用摘下眼镜看。你说这样，不要摘，是要拿远一点而已。对，所以我只是要拿远一点这样，好吧？有这一支，我现在慢慢的闻到了茶叶的茶香哦。来，新旧2个版本，这样比较讲。没有，这是另外一支啊，但是对，它真的会。它真的写在后面啊？没有，那支没有写，它那支之前旧版本是直接跟正面的字是一样的。它就在正面呈现，对不对？它没有这个。好，那你们现在有没有闻到我刚刚讲的茶香啊？它就真的是一个宜人的味道，我不能讲清爽，但是它就是一个宜人的味道，就任何女性喷上这个香水，你都会想要忍不住靠过去。是，对，而且它就是纯粹利落的一种味道。对。也许他这个人不淑女，但是喷了这支之后，就变超有气质，对。对。你这一个我保留一下，因为我还在想象谁没什么气质，然后就把他抓过来喷2下，然后变有气质。对。
那这个我留到我们下一段之后再说。好，前调我们先教到这边，没问题。待会回来再跟大家分享。好，拜拜。这一支叫做法式别墅。OK， 回头见，拜拜。拜。对。哦，香奈儿的法式别墅。La Posa。邓来啊。现在在你们身上后调是什么？我们先请淑女发表一下感想。OK。它那个香味还是很持续的。对，然后后调其实蛮快就转到二后调，大概在我身上大概10分钟左右就已经转到后调，一直到这个几小时后还是都一样。是。对，然后就是很舒服的鸢尾花的香味。对，它刚开始的那个花跟根的香味比例比较根比较重，有点土味哈，一开始对鸢尾根的感觉。那它现在就是比较花的感觉比较持续下来这样。OK， 来我帮你拿一下。我先讲，我觉得现在在我身上的后调就是茶香味，悠悠的茶香味。其实我自己本身蛮喜欢茶的香味，因为茶会让人家有一种心情平静，倒茶倒，对，平静的感觉。那这一支我觉得在我身上的后调就让我觉得茶香飘过来，那很像在山间喝一杯茶，外面冷冷的，山上嘛，外面冷冷，加上今天的天气有起雾嘛，对，就是有一杯暖暖的茶，香烟袅袅的这样飘上来，我觉得这个味道非常好。所以你是中式别墅？我是中式别墅，对，人家是像是那个猪寮中式别墅里面喝茶。对，人家是法式别墅里面喝下午茶，你是中式别墅里面喝乌龙茶。对，有。对，猫空人，猫空。你怎么知道我刚刚在讲的猫空茶？对啊，你讲的，我们年纪差不多了嘛。对。那你是开车上去还是？以前是开车，现在可能坐捷运了。对啊，坐缆车。对啊，坐缆车。对。真的，你有坐过那个猫空缆车吗？没有，我有点惧高症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因为这个猫空缆车才花50块，很像去玩乐。我就当好像花50块去做一个去见吴山游乐园，对，很便宜呢，是不是？那下次你带我们去做好。但但是我可能会抱住你哦。那我们还是要去。好 ，OK， 那你后调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他就是真的是跟雅顺说的一样啦，他就是真的是一个美女，然后站在所谓的法式别墅的阳台上。对，你走过去真的是觉得它就是这一瓶就是个美女的味道，你会回头一直不断的眺望它，好吧？难得我会有这种比较那种对啊，回头了，难得有回头率了送给你最好的对，这是回家孝敬的，对。所以你特别这样讲，就是最后要买这个梗，就是他要送他老婆。对，没有老婆，最好的异性朋友，最好的异性朋友，对。好了，那个在影片欢笑声中，对，我们不要再深究最后这个是谁喷了，好吧？好。那在女生身上，你喷这一支，不是在女生身上喷这一支，你会给她几分？哇，如果是女的，因为今天肥猫不在，对我们所以其实没有办法测试，对。为什么？肥猫是能测试女的。肥猫的体质，你有没有觉得它真的是男女皆宜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如果你想测试女性香水之后，可以喷它；你想吃的是比较男性一点，就 man 一点，你也可以喷它。对，它是中性的。它是中性的，对。看到这篇说在讲。你这个还我该怎么接了？对，所以它就真的是个高雅了，应该是高雅有气质。一个鸢尾花的味道。OK， 其实我对鸢尾花一直都蛮陌生的，但其实我也是。但就是这种就比较明确，它不像那种玫瑰啊，那种茉莉啊、桂花，对，没有一个非常主轴的味道，让人家一闻就说，这就是这，没有，鸢尾倒是没有。所以我们借由这一瓶香水去重新认识鸢尾的这个香调。是，那我觉得它在穿上就是一个。薄如蝉这个，我在听你讲，对，就是萦绕在你身边这样子，薄薄一层，穿在你的身上，那穿的名字叫做气质，对，哇，
说得好，是，对，说得好，对。我在猫空喝茶也是有认真研究的。是，我以为你是一边喝茶一边玩大老二。对 ，OK， 好，来，那你会女生给这一支要评分了，对。对，法式别墅多少分？9分。哇，9分。对。OK， 那你觉得它什么调性？我们给它定。花香调。哦，你给它花香调。花香调，对，它是花香调。好，那豪哥嘞？我给他8.5分啦，因为它是一个可能我们2个都需要重新再认识的味道，认识的一个味道。那以我们2个现在，对它的可能认识还不深，所以我们给他一个可能相对保守的分数。那我们可能借由再过一段时间，了解了这个味道之后，我们可能会对它有不一样的评价。好，那如果是我呢，我把它定位在茶香调的话，因为对我来说后调茶香是比较明确，就很像这个高山茶的悠悠的香气，我会给它茶香调到9分。哇，9分啊！如果是茶香调，但如果你说鸢尾，我觉得是没有到，因为它只有前段让我有鸢尾根的感觉，但是后段其实又转到了茶去了，所以我会如果是以茶香调，我会给它到9分。因为女孩子好像特别喜欢鸢尾花啦，女孩子真的对，女孩子特别喜欢鸢尾花。是，而且感觉比较独特。对，就不会跟人家一般说又是玫瑰，然后又是茉莉，对，类似，对，它比较算是花中比较独树一格，对吧？好 ，OK， 好，希望你今天会喜欢我们今天的法式别墅的味道。台语讲一次啊，法式别墅。还是不要我没玩过。北中。对。干嘛？听起来怪怪。不是字面造反就对了。好，谢谢你的收看，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哦。拜拜。拜拜。